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华典故。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一个所有外国人学中文必学、常用并且励志的顶级成语——背水一战。如果你经常看中国电影、中国的励志故事，你一定见过它。99%的外国学习者只知道它的表面意思，完全不知道它真实的历史、真正的智慧。很多人以为背水一战就是我很勇敢，我拼命打架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但是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今天我用最简单、最清晰的方式带你从零学会它来自哪一段中国历史，又发生了什么传奇故事，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，我们又怎么用这个成语呢？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将彻底掌握正宗的中国顶级智慧。2200多年前，中国有一个统一的王朝叫秦朝。秦朝很短，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，才10几年的时间，秦朝就灭亡了。秦朝灭亡时，天下大乱，所有人都在起兵反抗，国家就分裂成了很多的势力。经过很多年的战争，大家都在打仗，最终呢，所有这些势力当中就只剩下2个最强大的人在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。他们一个叫项羽，另一个叫刘邦。项羽武力超强，军队强大，人数众多，很多人呢都归附于项羽，所以他的部队也非常的强大。但是刘邦的实力呢，虽然表面上很弱，但是刘邦这个人善于用人，同时呢，他的实力也在慢慢的变强。这个争夺天下的时期，在中国历史上叫做楚汉相争。当时项羽的实力是最强的，大部分的诸侯小国都站队支持项羽啊，都想着我靠着项羽有口饭吃，跟着大哥有汤喝。但是刘邦呢，是一个少数和弱势的一方，刘邦就想要夺得这个天下，他就必须干嘛？他就必须打败项羽。那么他要打败项羽，就必须要一步一步打败所有支持项羽的这些诸侯小国。其中攻打的一个叫赵国的国家，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一个主角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刘邦翻盘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之一。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军神韩信。说实话，韩信也是刘邦手下最厉害的将领。当时赵国有20万大军，占据最好的地形，守在比较险要的关口。那么刘邦手下的韩信只有多少人呢？他只有2到3万士兵，而且呢，汉军的这个士兵啊，个子都不是很高，而且比较瘦。双方呢，兵力差距呢也很大，大概在8到10倍左右。那这个时候，全世界可能所有人看到都觉得啊，韩信必输。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有趣，它不按常规的剧本来演绎。韩信就用一个违反所有军事常识的超级战术，完成了不可能的逆转。公元前204年，著名的
井陉之战正式开始。战争开始前，赵国其实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谋士，这位谋士姓李，木子李的那个李，他直接就看透了这个韩信的弱点，他就对当时的这个赵国的将军说道：今井陉之道，就是如今这个井陉这个路口的这个道路之道的道路，车不得方轨，就是古时候是打仗是用战车的，他说两辆战车不能并行，不得方轨，方轨就是并行的意思。然后骑不得成列，就是骑兵无法排列成行列进行往前走，就骑兵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军队就是行驶往前推进数百里这个距离，其士粮食，其士这个其士就依这样的形式，根据这样的形式，粮食必在其后，就是粮食随军的这个粮草必然落在这个大部队的后面。整体的意思就是，如今这个井陉口的道路，两辆战车不能并行，这个骑兵无法排成行列推进，这个军队行进数百里的时候，照这样的形式，对方部队这个随军的粮草必然落在大部队的后面。接着他又说：足下深沟高垒，足下在那个时候就是尊称，就是您啊，就是您的意思，就是说将军您啊，深沟高垒，就是请您深挖这个壕沟，加高这个壁垒，加高这个营垒的意思。然后坚营勿与战，坚营自己的营寨，我们的兵营坚守啊，不要出去，不要和敌军交战，勿与战，勿就是不要和与对方交战。然后彼前不得斗，就敌军彼就是指敌军向前的时候呢，无法交战，彼前不得斗，斗就是战斗的意思，交战的意思。然后退不得还，就是后退的时候呢，敌军后退的时候又不能撤回，因为他的队伍很长嘛，然后路又很窄，前面又不能交战，后面又不能撤回。吾就是我的意思，吾骑兵绝其后，我呢率领一支骑兵截断他们的后路，使野无所掠，就使得他们在野外，掠就是掠夺抢夺的意思，他在野外呢就抢不到任何的粮草和物资，就使对方在野外不能掠夺到任何的粮草和物资，不至10日，不到10天的意思，不到10日10天，而两将之头可置于麾下。而两将就是当时两将就指韩信和张耳这两位将军啊，韩信当时是主将，张耳是副将，就指这两将的人头，我就可置于麾下。麾下就是置，在这里不读细，读麾，这个字读麾啊，就把两将的人头呢，可以送到您的帐下，麾下就是帐下。愿君留意臣之计，就希望你呢采纳我的，臣就是指我自己，我的计谋，我的计策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果赵国的将军听了这个建议，那么历史就会被改写。但是历史没有如果，所以就出现了整场故事最大的反转。赵国的大将军呢，非常的骄傲啊，他非常自负的说道：“一兵不用诈谋，
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的义兵呢，不用这种诡诈的计谋，他觉得自己人势众多，根本不需要耍计谋。他说：“我要光明正大的打败韩信。”我们看来，这个赵国的将军呢是非常爱面子的，爱面子害死人啊！不仅自己完蛋了，还拖着一大群人一起陪葬。韩信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知道，哎呀，我的机会来了，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礼包啊，天送大礼包啊！于是他马上就布置了2步绝世谋略。第一步呢，他就秘密的埋伏，韩信就挑选了2000最精锐的士兵，每人拿着一面汉军的旗帜，深夜悄悄地躲在敌人的军营的后山，给这些人一个非常关键的命令。他说，到时候打仗的时候啊，我们前面的部队呢就假装失败逃跑，只要赵国的军队全部冲出来追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来打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呢就立刻冲进敌人的军营，换掉所有赵军的这个旗帜，然后全部插上我们汉军的旗帜。你看这个计谋很关键。好，那第2步呢，就是全世界最看不懂的这个神奇的布阵。古代打仗呢，全世界的兵法都是一样的规则，军队的身后一定要有退路。为什么要有退路？如果打不过的时候啊，我们还可以撤退啊，还能保留一点实力，对不对？所以绝对不能靠水去布阵，背靠着这个大河是必死的危险的位置，是所有将军布阵的禁忌。但是韩信故意把所有士兵背靠大河来进行排练。后来赵国的这个士兵看到这一幕啊，他觉得好像没看懂啊，怎么搞的？大家就全笑了，大家就在大笑，大家就认定，哎呀，这个韩信啊，根本就不会打仗。他们都说他厉害，其实他是吹的，根本就不行。所以他们就坚信韩信这一次跟我们打仗，他输定了。到了第2天，决战开始了。韩信呢，他就主动出击，打一会儿，立刻就假装溃败，向后就逃跑。那么赵国的军队本身就看不起他，对不对？那赵国的军队看到这个汉军逃跑了，就立刻全军出击，疯狂的去追他，就觉得你这太弱了，我追着你打，就追啊追。很快韩信的这个士兵呢，就全部就退到了这个河边，背后就是一条大河啊，过不去了，就退到了河边。此时此刻出现了最震撼人心的一幕，这个汉军的士兵一看，哇，这前面有几十万的追兵啊，我身后是一条大河啊，没有任何的退路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有退路的时候，人呢就会觉得害怕，会逃跑；没有退路的时候，人干嘛？人只能拼命的战斗，博取一线生机。所以原本这些普通弱小的汉军的士兵瞬间就爆发出了超强的战斗力，所有人死战不退，就死死地挡住这个赵国往前冲的这些大军。赵国有20万的军队啊，居然就打了半天就打不过这个背靠河水的这2-3万的士兵，打了半天就打不赢。真正的绝杀反转在最后的一刻到来了。赵国的军队就打了半天就打不过的时候，他就累了呀，就觉得有点疲惫，对吧？就想我们先撤退
啊，回到军营里再重新的再调整休息一下，我们再来。结果回头准备回军营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就突然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他们看到，哇，我自己的这个大本营怎么全部插上了敌人的旗帜啊！所有这些士兵啊，瞬间就心态就崩溃了。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输了，将领被抓了，我们老板跑路了，后路全断了啊，没有希望了。那这几十万大军瞬间军心溃散，不战而逃。韩信呢，就趁机前后两面夹击，以极少的这个兵力就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一场大胜。这就是流传2000年的经典故事背水一战。故事听完了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。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背靠着河水，背靠着河水去作战，没有任何的退路。它的深层的这个词面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它的含义就是，当一个人已经没有退路，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，只能集中所有力量，拼尽全力争取胜利。这里我纠正一下所有外国人最大的误区。很多人以为背水一战它就等于豁出去了，鲁莽的去拼命去赌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真正的背水一战不是冲动，不是鲁莽，不是瞎赌，是提前的周密布局，冷静的判断局势，最后决定全力以赴。所以勇敢加智慧加布局才等于背水一战。这是你一定要记住的正宗的中国理解。这个成语之所以在中国流传了2000年，是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的3大顶级思维。第一，绝境激发潜能。中国人相信，人太舒服了，退路太多了，永远不会变强。真正的成长都来自没有退路的坚持。第二，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全世界兵法都说不能背水不阵，但是真正的高手会根据局势来进行变通，不被书本束缚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变通智慧。第三，心态决定成败。赵国的兵力10倍碾压，却因为骄傲轻敌，最后惨败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优势不代表胜利，心态和智慧才是关键。讲到这里，这个成语我们在现代要怎么用呢？我们要用这个成语来造个句。我们的球队落后2分，最后时刻全队背水一战，最终成功逆转了比赛。最后送给所有海外的朋友，这个典故最值得学习的人生道理：太多退路会让你平庸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人性都是一样的。当你永远有备选，有退路，你永远不会拼尽全力。
真正的勇敢是冷静的拼搏，真正的背水一战不是冲动的冒险，是深思熟虑之后全力以赴的最后一搏。永远不要低估绝境中的自己，人生最精彩的胜利往往都来自没有退路的那一刻。这就是中华典故成语背水一战，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，更是中国人2000年来面对困难、突破自我、逆风翻盘的人生哲学。你的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一次背水一战、全力以赴的时刻呢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